我猜哈，我赌你不知道它的威力啊。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啊，中继水箱就这样啊，这个中古社区大楼啊，对吧、啊？你看了惊嘞！我跟你讲，那个女生不敢走进去嘞，哦，然后你来想象一下它全速运作的时候长什么样子，你就住在它的楼下，你就住在它的同一层，可能隔一个墙壁而已，好、哦，你就住在它的楼上，对啊，是这样呢，哦，这个中继水箱哈。比较有经验的看也知道我在拍高雄的哪一个社区，对啊，大家都反正那个就一直说有中继水箱，然后怎样，然后到底在几楼搞不清楚，然后请那个房仲帮忙去看，然后房仲就找管理员管理员真的带他上去开门给他看，就这样中继水箱。就这样呢，对啊，这就 combo 哦，这个社区很大啦，一般来说的那个，比方说你一只两只然后都10几楼，中继水箱不会这么大。这个是超大的社区。先说结论中继水箱的同层楼上楼下，那你就不要买就对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预售屋会比新成屋还贵？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电梯大楼的地雷有哪些？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电梯大楼的地雷有哪些。那个我影片不是都在讲中古电梯大楼，对啊，然后今天就来说一个比较不那么常见的雷中继水箱。那我先说常见的这些问题啊，不管你是不是电梯大楼都会发生所以我们简单带过就好，这个你都会知道。来，第一个顶楼户，那个顶楼的房子说什么在夏天那边一直晒，很容易热嘛，然后雨天很容易漏水嘛，那现在其实新的建案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它那个上面有的还会造景铺什么木栈板什么的，那个你现在新房子，我就跟你讲，顶楼就没有问题就对了，那个都是以前住公寓的人在幻想说这个住大楼顶楼就是怎样，现在新的顶楼都不会有什么这个问题中古的也不会，大概在屋龄还没有20、17、18的这种也不会因为我特别去问那个邻居那我有一间18年吧，我说你顶楼会不会特别热漏水？他说不会啊，都没事就这样。第二个西晒户西晒户会遇到的就是下午太阳直射，然后变成说你室内的温度会飙高很多，然后晚上的时候那个墙壁还温温的这个西晒，我想很多家庭小时候住公寓的住透天应该都有体验过就变成说那个冷气要一直开，然后反正西晒就说不好就对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新闻因为有学者跑出来讲了都市热岛散热难，学者示警，每年都是余生最凉的夏天。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夏天很热，可是一年以来夏天就一年比一年还热这个就已经都市热岛，你还西晒这个热度只会逐年攀升那你买西晒房就要记得买变频冷气然后吨数要大一级，你不要那个就跟你讲说适合4到6坪，你就真的4到6坪不行。如果你是西晒，你就是大一级就对了这样很省电，真的很省电。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说这句话？因为我就有一户超级西晒房，我现在自己在住，那个西晒晒到什么程度？那你打开门，你看到你会笑出来对啊，可是它景观就暴力好的所以感觉冷了。然后我遇到那个邻居，他说你也中红对。他说：“那你冷气要买大一级我们这一排都西晒你冷气要强一点我讲是好。然后我们冷气吨数真的选比较大，那个好大那个4万机好大，超级之大我那个后阳台摆那一台，那个我爸妈看到就直接撒回就这样超大。可是这样子冷气我们家等于没有在省的呢，就是想吹就开呢，这个没有差。然后电费超级便宜，都比那个台北的公寓的电费都还要便宜，就是冷气大一级。然后我后来想一想有道理，就是说小机器那用力打它就变叭叭叭叭叭，这样就费电嘛那个大机器那呢打个2下就凉了之后等于都是待机就叭叭好，然后就好了。所以你冷气大一级省电省起来非常恐怖，西晒房照样能省扯太远然后第三个车道上车道正上方，这个有人说就是出入会干扰不好睡然后有些那个有做坡度的那可能进来的时候那个晚上车灯还照你家的
你家窗户这样哦，那车到正上方，影响居家安宁哦。好，那改车屁孩那个当然赶那个整个社区哦，他的那个车子这样回来哦，那大家都被吵哦。好，所以你要知道。还有一个比较稀有的缺点，这个东西叫中继水箱，对不对？是不是很少人在讲？哦，会讲啦，但是不会是什么西晒顶楼这样子这么直接的东西。好，中继水箱，我们刚才讲哦，不管是不是电梯大楼都会要注意的，都遇到的东西。那现在就在讲说，就电梯大楼它才会发生的东西，中继水箱。哦，如果你买的是10层楼以上的房子，那你觉得它是每次都从1楼抽水到20楼怎样吗？不会嘛，所以就会需要一个中继水箱层来做存水，然后水这种东西每天在用，所以它的加压马达它是动不动都会运转，尤其是在大家下班后，大概6点到9点的时候，大家洗澡啊、厨房啊什么，大家都在用水的时候，就会在转，此时就会形成一个。噪音呐，这中继水箱的楼上跟楼下可能会有那低频的噪音啊，这不是可能啊，就是会有会吵到有点比较浅眠的人会睡不着。不过年轻人是没差因为年轻人都超晚睡的啊，什么凌晨12点1点在那边睡的，那个时候中继水箱也不工作了那就是像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有一点久了这个新闻这个标题叫中继水箱楼层吵，卖价通常8折卖，怎么可能8折？现在不可能8折啊。如果8折的话，就买起来，对不对？现在不会有8折，都差不多行情，所以变成说你更要去挑，不然以前照这个新闻的讲法叫做8折卖，那你就看到，这8折是不是有问题？一问就知道，现在是没有大家看起来价格都一样所以你更要晓得中继水箱楼层超过10楼应该都会有那现在很多新的会给它盖到25楼以上、30几楼以上那一定会有，必定会有中继水箱楼层，它就要中继水箱，它就出现在中间嘛。中继水箱是怎样？它就是那个楼层假设就做3户好了3户或4户其中有一户它就拿来做中继水箱，它就这样那如果你是在中继水箱的楼下要承担的风险就蛮多。我说正楼下叫中继水箱漏水，它那个水压一打出来的压力算大的这个我们中古社区我们有听过，就是中继水箱的楼下那个水管比较容易有问题所以水管会爆开啊，会漏水，就这样那个水压很强。好，你不可能没事你就去寻这个中继水箱嘛所以而且这个一用就是整个社区的人在洗澡然后开始水量变大的时候，然后它就开始运作那中继水箱楼层现在没有什么好的解法，你就是避开就对了避开就对了。最后你要知道，如果比较便宜还是可以买，这是地雷。如果你是买房自住的话，你今天要自住你是避开就对了。但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自产那就没有差便宜投报率才是最重要的。这讲得很直接啦就是你又不是自己要住，你是要租别人，然后那个租客他也很清楚这个就是中继水箱，可是他就可能贪图你租金比较便宜或者他就是来做一个像旅馆的，很多公司会这样，他就是租一间，然后就什么工人来住什么的，人都不一定，然后住个2天3天就走，然后做工程的很多嘛。好，就这样那如果你是 care 投报率，那便宜就是第一要务。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社区的实价登录，它并不会去把那个中继水箱楼层特别标出来，然后怎样就不会嘛。那假设这一间房子能够像新闻上说的8折卖，那我跟你讲不可能以现在行情，它连夜就被买走。中继水箱楼层正楼下，好买，因为它8折现在市况在热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就知道有人问，你怎么样机械车位机械车位变化球很多很多，那机械各种平移机械下沉9宫格安诺这个对，但我的判断是机械车位它就是车位，它就是车位就是那当你是3房的时候，你有车位就是会比没车位还要好，这是因为3房的族群嘛机械车位。机械车位也叫车位就是嘛，对啊，那不要让它贼那平面车位是最好的，那机械车位里头也分了一堆等级坡平最好，反正就是你的车子会左右移都不会被人都把它藏到底下去这样好我有一间房子是机械下沉那就真的是休旅不能进去，然后机械车位基本上就跟那个电动充电桩绝缘就这样。
好，机械车位改天再说了哦。平车一定是比机械车位还要香的，但它也贵很多。但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很多那个基地小的新建案，它都是做机械的，啊没办法，基地就是小啊，所以你还是 care 有车位没车位这样就好。哦，那是不是平面的哦？真的，如果你买中国的话，要看你的运气，哦，看你看到这间它有没有留平面车位，否则的话，平车跟机械车位，我真的是觉得还好。哦，讲完了，我们今天讲电梯大楼的地雷有哪些？哦，那我也先跟你分享了常见的，什么顶楼户，哦，夏天啊，然后雨天啊，怎样？哦，那现在新的房子应该都还好。顶楼户我再补充一下，会有一个问题，中古社区大楼常常会发生的问题，顶楼户哦，我说的是中古的顶楼户，不是现在那些屋龄2年、5年那种新灿灿的房子的顶楼户，我讲的是中古的20-30年的，哦，就是人家会做加压马达。哦，楼下嫌水压不够的，他会装加压马达，加压马达就给他装顶楼。好，然后那个加压马达，风吹日晒雨淋，年久失修，噪音很大。哦，有的噪音会很大，而且那个加压马达一装好几颗，你知道，就是这个是11楼的，这个是12楼的，这个是11楼3房那一间的，然后这样我干一堆。好，然后他们。有的马达就是这样嘛，就新的就还好，那个运转的声音，好就这样。然后那个旧的叭叭叭叭，我看就很吵哦，而且那个吵我还处理过一个很夸张的情况，就是顶楼户，然后好是隔壁栋的顶楼户在抱怨我们这一栋的那个顶楼的加压马达太吵了。对吧？这怎么跨社区的呢？那个不是同个社区呢，那2个建案呢，啊没办法顶楼，他就被隔壁斜过去的那个加马达吵到，然后那边弄，那边吵架，然后叫人家换，哦好，大概就是这样。哦，然后西晒户会遇到的就，你就冷气吨数大一点就对了啦。然后还有一招也蛮有效，2层窗户，2层窗户。好，然后2层窗户本来有需要就会去装啦，你可能特别怕吵的人，你就2层窗户哦。我觉得2层窗户比那个什么，你装那个品牌很好很贵的气密窗都还要有效，真的普通的2层窗户就差很多了。然后再来车道正上方2楼，哦，那最需要担心的我认为啊，这个抗性真的是抗到一个极致真的影响到就自住就不会跟你买啊，就中继水箱，好，中继水箱的楼上楼下很容易被引擎震动运作的声音影响，然后那个水压的关系楼下很可能会爆水管。好，这个都遇过。那最后我提醒你，如果你现在是要买来自住的，你就是避开中继水箱就好了。你不要在那边说可是这个中继水箱楼层它的情况好，不行啊，真的不行。那个不是你能接受就好，还要你家人能够接受。那个晚上可能在启动的时候你就睡不着，你真的会住起来比较舒服。但如果你是自产投资的话，便宜就是硬道理。如果中继水箱真的能够如新闻所说的被你买到8折，那当然是 OK 啊。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在买电梯大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绝对不买的条件？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我也想知道。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也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最后讲八卦中继水箱中继水箱，我猜我赌你不知道它的威力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中继水箱就是这样这中古社区大楼啊，对啊，你看了惊嘞！我跟你讲，那个女生不敢走进去嘞然后你来想象一下它全速运作的时候长什么样子，你就住在它的楼下，你就住在它的同一层
可能隔一个墙壁而已，好，你就住在他的楼上，对啊，是这样呢，好，这个中继水箱哈，比较有经验的看也知道我在拍高雄的哪一个社区，对啊，大家都反正那个就一直说有中继水箱，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到底在几楼搞不清楚，然后请那个房仲帮忙去看，然后房仲就找管理员啊，管理员真的带他上去开门给他看，啊，就这样中继水箱，就这样呢，对啊，这就 combo 哦，这个社区很大啦，一般来说的那个，比方说你1只2只然后都10几楼，中继水箱不会这么大。这个是超大的社区，所以你看中继水箱楼层，它就是直接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就是放这些加压的设备，那当然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中继水箱以后你要是被那个投报率蒙蔽了双眼，或是怎么样的话，来你回来看这张照片，你再跟我说你想不想买？如果你真的一定要买，你把这张照片给你老婆看，说你老婆愿不愿意住这个的楼下或隔壁一定是不愿意啦。中继水箱这个破坏力有点强自住就是绝对就不会给你买当然还有那个不懂的自住，但我们不要去干这种事情那如果是投资报酬率，你是买来要出租的那可以考虑，但是你就是跟租客讲清楚然后租金看怎样算便宜给人家，我们不要干那种邪恶的事情那他都知道这个是中继水箱楼层的，然后会比较吵，然后租金比较便宜，他也愿意租，那他就要囤就是这样。好了，跟你分享这张照片算我跟你讲这张照片很有价值，为什么？因为那么大的社区我未看先猜，真的有来看过中继水箱的户数一定1/10都不到，甚至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中继水箱其实就藏在社区里面就这样。好，所以对啊，你想想看，它全速运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对啊，这个我看了我也怕好，就这样跟你分享。